上回咱们说到，春田镇来了个年轻新巫师伯德，伯德一来就获得了民众的心。提姆因为胡闹被罢职，气不过的他专程去了趟密歇根，总算让他挖到了伯德的黑料。复仇业火熊熊燃烧，在伯德的带领下，三个恶霸都老实了，全员成了波车小弟。教堂也是人满为患，大家都很期待这场布道，甚至连玛姬都是特意打扮了一番。丽莎调侃老妈是被美色吸引，玛姬嘴上说着不是，转头就把肩带一拉，露出了性感的日烧鸡晒痕。一旁的老莫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切，只觉得人多有点挤，自己都碰到眼镜仔老爸的腿了，简直恐怖如斯。丽莎转头一看，也被吓了一跳。史密瑟斯居然没跟在伯恩斯屁股后面，而是和自己的好基友一起来做礼拜了。此时的伯恩斯正在自己的秘密基地里品读原版圣经，他花高价购买了原稿，就是为了细品，当然也是为了销毁写着赐福穷人的那一页。嬉笑打闹间，伯德已经站上了台，看着一点都不庄严肃穆的礼拜现场，内德生气地站了起来。看来除了自己，无人怀念之前的教堂。此话一出，众人沉默，只有蟋蟀表示的确没人怀念。内德愤恨地说，教堂不是给伯德这个自恋小子经营的网红地。伯德只能温柔地表示，我们都赞同上帝爱世人，正因有爱，才有了宇宙和世间万物。听着他们的争吵，丽莎的心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，她甚至愿意为了伯德增加自己的信仰，信奉上帝。为此，她专门在礼拜的时候打扮了自己，那双浅棕色的琥珀瞳仁令人神往。老莫看着陷入美梦的女儿，感叹道，不愧是我女，教堂里都能打鼾。最终内德在嘴炮之下败下阵来，毕竟无脑的信仰比有心眼子的虔诚可愚蠢多了。他带着俩孩子又准备走，孩子们告诉他，牧师没说走之前不能走，不是您说的吗？内德只能气愤地回到了座位上。与此同时，提姆已经驱车来到了当初罢免伯德的圣买大教堂，势必要挖出完美牧师的秘密。进入教堂内部，两人才发现这里完全就是一座现代化的商场，这里不需要牧师，全由虚拟助手代替。提姆换了种说法，他需要和介于自己以及上帝之间的人对话。工作人员替他开了门，没念头是个巨大的会场，所有人都围坐在一起，看着台上的人表演。海伦希望他们能帮帮自己的老公，于是他们来到了办公室，见到了麦克师。麦克以为俩人是报社的，差点就动用超能力了。提姆和他说明了来意，麦克瞬间来了精神，和他们聊了一下午，最后拿出了一个神秘 U 盘，里面是一个视频，伯德点火烧毁了一样东西，而这个东西会成为摧毁他的致命把柄。陷入爱河的丽莎整日抱着圣经啃，玛姬见了都觉得神奇。丽莎说自己的确在看，但是内容披露太多了，一点都不公平，还有些必须打码的东西。玛姬忽视了这些东西，眼里只有情窦不知道多少次开的女儿。丽莎坦诚地说，伯德每句话都说进了自己心坎里，说不定就是为了说给自己听的呢。玛姬提醒女儿别陷得太深，新奇独特的东西在春田镇都不会被接受，况且女儿的愿景版实在是太多黑历史了，看到钩子连愿景版都挂不住，丽莎心碎了。老莫带着伯德来到了老谋子酒吧，老谋子生怕自己的裸女杯玷污了牧师的眼，直接一球棍砸了，几杯马尿下肚。老莫和伯德畅所欲言，那些糟糕事儿都随着一句上帝会原谅你烟消云散。伯德这时候接到了通内德的电话，挂掉后他询问老莫，这内德有没有惹到过他？老莫恨不得一口马尿喷死内德，你说呢？伯德意识到内德这人可能不简单，自己怕是会吃苦头。来到内德家，俩小孩都为他祈祷。内德模仿西部片点了支烟，他们即将迎来腥风血雨的一战，关于圣经的讨论。战火蔓延，孩子们躲进玩具屋逃跑，耳边全是絮絮叨叨的诵读声。最终内德不敌年轻小伙，输得彻底。又是一个周天，这周是阿罗哈日，大家都穿着夏威夷风格的花衬衫齐聚一堂。教堂门却被一脚踹开，因为堵车路上乱按喇叭，被暴躁路怒症敲断手的提姆闪亮登场，他让亚伯帮忙指着伯德，接着告诉所有人这家伙是个十足的异教徒。丽莎不敢置信，上前帮忙说话，伯德只能坦白自己的确干了些坏事，而这件事绝对会遭到千夫所指。他烧毁了圣经，大家都吓了一跳，但凡事得讲证据对吧？提姆自然是不怕。听证会定在了下周二的下午4点，在此期间，春田镇民们进行了投票，禁止伯德传教的投票高达52%。到了听证会这一天，丽莎因为情绪稳定被邀请作为主持人，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圣经上写着小孩要牵引他们。丽莎当然抱有私心了，她拜托玛姬缝制了圣经中关于宽恕的禁忌。面对一众提出驱逐伯德的证明，她高呼保护，但玛姬早说过了，这个镇的证明固执己见，不允许外来者的新鲜事物，哪怕是左右脚穿不一样袜子的人都会被驱逐。见大家吵得不可开交，伯德难受极了，他是来团结大家的，现在却分裂了大家。他主动提出了离开，能和镇上的少数人产生共鸣就足够了，比如丽莎，又比如总是清醒的船长。离开前，伯德和每一位受自己指导过的证明握手道别。辛普森一家邀请他一起吃顿晚饭，这一次他难得做了饭前祷告，他和我们一样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辛普森一家完结。转天，丽莎来到了教堂，询问了伯德一个尖锐的问题：为何要烧掉圣经，而非比尔·奥雷利的书呢？伯德告诉眼前的小姑娘，自己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是想告诉大家，上帝在大家心中，而不是在过度建设的教堂或是书本中。丽莎觉得非常惋惜，这个小镇的人读不懂潜台词，就跟国家广播电台用收音机播摔跤比赛一样可笑。伯德继续讲到，19岁的自己见到了太多人利用圣经分裂和排斥他人，人们忙于对路线图顶礼膜拜，却没有朝着目的地努力前行。其实也可以用说的，但那时候自己才19岁，年轻气盛。从那天之后他就后悔了，不过周游世界后他看开了，至少丽莎
是懂自己的不算白来。博德一开始赢得了镇上人们的心，但是后来他的过去和错误行为被揭露出来，说明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完美的人，也有他们的缺点和过去。这一集咱们强调了宽恕和原谅的重要性，即使博德牧师犯了错误，但他坦诚的态度和愿意承担后果的勇气，也让人们重新考虑对他的看法。宽容和原谅能够帮助我们共同前进，可惜春田证明还是有待提升。这集辛普森一家用他特有的幽默和讽刺方法，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礼貌去，学会宽容和原谅，尊重个人信仰的多样性，以及家庭成员间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。这些道理虽然是通过一部动画喜剧来表达的，但他们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重要主题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小视频我们再见。